你能不能小点声？你是找娘还是打劫？你不懂，我这叫一鸣惊人。如果声音大能解决问题，驴早统治3届了。你好啰嗦，幸好旁人看不到你，否则都被你吵死了。你这魔女还敢说我？天帝命你下凡历劫，可你非要逃跑，结果误入轮回殿，闯进凡人命簿里，这身体本该淹死，你是干扰因果。可是这个宝宝命苦，本是双胞胎，却被继祖母调包，被扔进河淹死。我若再不管，他父母就要被夺爵位，全家惨死了。我既占了他的身体，理应帮他全家逆天改命。算了，若真能帮他，也算积攒功德，对历劫有益。哪来的小叫花子，竟敢骑猪在侯府喧哗，还不快滚！你才是叫花子，我是来找娘的。我还知道你家失踪的大爷在哪儿，再不去找的话，他就要另娶旁人了。你个小骗子，侯府也是你撒野的地方，赶紧骑着你的猪滚蛋，别脏了侯府大门！竟敢瞧不起我，猪猪，给我冲！宣娘，儿摔下假山后，就变得痴傻不能言语，行为也越发不可控制，屡次欺负妙医就算了，今天更是想要将她推下水淹死，实在是可恶！母亲，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儿不会推妙仪的。娘亲真的是六妹妹推我，我好心带她看鱼，她就突然从背后把我推下水，那水好冷，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娘亲了。大夫人明鉴，奴婢亲眼看到六小姐将五小推下池塘的，幸好奴婢及时跳下水中相救，否则五小姐怕是要被淹死了。宣娘，人正在此，你继续护着儿，不仅害了她，更是害了家里其他孩子。我意已决，城外有个庄子正好养病，今天就送去。怎么办啊？儿才5岁又痴傻，去庄子上怎么活？你若不放心，就陪他一起去啊。老大失踪，再将秦轩和这傻子撵到庄子上，那这侯府的爵位就能直接落到我亲生儿子头上。来人，将大夫人和六小姐送到庄子上，病好再回。是。大夫人，请吧。怎么回事？娘，我骑猪猪来看您啦。儿，孩子为何与我的儿长得一模一样？你是哪儿来的野丫头？竟和儿年岁相貌如出一辙，难道是被扔进河里的另一个双生子？不是被除掉了吗？个狗奴才，还不快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老夫人息怒，是这个骑猪的小丫头，她说是大夫人的女儿。我的女儿？你发什么癫？咱家五姑娘、六姑娘都在，她怎么可能是宣娘的女儿？就是，大爷失踪月余，大夫人本就心急如焚，你这狗奴才再敢添乱，我不打了你的嘴！奴才没胡说，是这丫头说知道大爷在哪，还说大爷要跟别人成亲了。你说什么？她知道我夫君在哪？宣娘，她就是个来碰瓷儿的小乞丐，你可别被骗了。老大早就被我派人除掉，硬是个小骗子。她就是我的娘亲吗？娘亲好漂亮呀！这丫头方才开口说话了吗？可怜的娘还不知道，这个继祖母将我从她那侄女生的方妙仪调了包，还让张嬷嬷把我扔进护城河淹死。幸亏我命大，活着回来认亲。娘，安安保护你。这孩子没张嘴，我听到的竟是他的心声。为了让方妙仪霸占娘的嫁妆，还让人将儿给推下假山想摔死。什么？儿也是被婆母害的？还好我们姐妹命硬，儿虽然傻了，但还有救。坏祖母又想再伤害我娘亲妹妹。夫人，您怎么了？我没事。眼下夫君摔死父母，我若与老夫人撕破脸，只怕是伤敌800，自损1000。既知道真相，一切都要从长计议。哪来的小骗子？来人，将他给我乱滚轰出去！是。猪猪，把欺负娘亲的坏祖母放开！老夫人，您没事吧？反了，真是反了！坏祖母，不准你欺负娘亲和妹妹！来人，给我把这个臭丫头抓起来！我今日非要狠狠教训她不可！一头猪就怕成这样！坏祖母不要凶他们嘛，猪猪很乖的，只要不抓我，
他就不撞人。婆母息怒，您何必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他这么小，看着怪可怜的，若非饿坏了，也不会跑来侯府来认亲。他还可怜。婆母，侯府近来不太平，我想着，不如收留这孩子，就当是积德行善，说不定老天爷看在咱们人善的份上，能保佑夫君平安归来呢。娘亲还没认我，就想收留我，娘亲真好。积德行善，你要收留他可以，你带着他和儿一起搬到庄子上去。到了庄子上，你爱养多少野孩子养多少，我不拦着。婆母，夫君现在生死不明，儿又是个痴傻的，您这时候把我们母女扫地出门，若传出去，只怕要背上恶名啊！宣娘，不是我赶你走，实在是儿这孩子不能继续留在府里啊！他今日敢把妙仪推下水，明日说不定就敢杀人放火，总不能为了他，整个侯府都提心吊胆吧？娘亲，我好冷啊！妹妹推我下水，我害怕。看我们妙仪委屈成什么样了！宣娘，儿已经废了，难道你还要因为一个傻子放弃更优秀的妙仪吗？婆母，我保证儿会好的，他不会伤害任何人。你的保证没人相信。张嬷嬷，多叫几个人来，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母女送到庄子上。我的祖宗哎，你怎么能给凡人吃仙丹？她是我妹妹，吃颗金丹怎么啦？你这是违反天规，你就不怕她长生不老，被人当妖怪啊？长生不老怎么啦？莫非我灵力倍增，我还想让全家人就地成神呢？你这个大魔头，我要狠狠吸你一鞭！你们还愣着做什么？给我们他们三个都绑了送走！遵命！你们谁敢碰我的孩子，我跟你们拼命！大夫人，这可由不得您了。娘，是她龟姐姐。这个傻子怎么开口说话了？虽然不知道他刚才在和谁说话，但是他好像给儿吃了什么仙丹妙药，这才让儿开口说话。是他救了儿。娘亲，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呀，快反击呀！婆母，您听见了吗？儿该是受了多大的冤屈，才被逼得开口说话呀！真是该死，赔钱货！早不说话，晚不说话，偏偏这个时候开口，我绝不允许他们母女留在侯府，阻碍我儿继承爵位。宣娘，儿才5岁，又是个痴傻的，就算能说话了，他的话也不能当真。老夫人明鉴，奴婢没有推妙仪姑娘，奴婢冤枉啊！姐姐，你说没有推方妙仪，敢发誓吗？你要是敢发誓，我们就相信你是冤枉的。果然是个5岁小孩，居然相信誓言这种蠢话，也太好糊弄了。我有何不敢？苍天在上，我对天发誓，要是推了五小姐，就让我天打雷劈！不会吧？真的天打雷劈了？你哪来的引雷符啊？自然是下凡之前我在神尊身上磕的呀！臭丫头，你死定了！我要再狠狠记你一笔！婆母，你看到了吗？连老天爷都在帮儿证明清白。这就是巧合。祖母要不要也发个誓呀？就说如果是你指使人污蔑尔妹妹，也被天打雷劈。闭嘴！哪来的野种？也配叫我祖母？那我叫你坏婆婆，坏婆婆是不是做贼心虚啊？难道真有天罚一说？不行，这院里不安全，我还是得回头再狠狠收拾他们。我忽然想起还有事儿，来人，把这贱婢拖下去。此事改日再议。妙仪，你为何要诬陷妹妹？祖母说尔病了，娘亲更疼儿，就不要妙仪了。她虽不是我亲生的，却在我身边养了5年。娘亲还不知道这方妙仪就是个坏孩子，她长大后抢走娘亲所有嫁妆，然后任由坏祖母折磨娘亲。方妙仪坏！方妙仪抢了我女儿的人生，甚至帮着老孟氏诬陷儿，要把我们母女赶走。这样的白眼狼，我若对她心软，必然继续伤害我的女儿。方妙仪，我怎么会教出你这样吃里扒外、诬陷妹妹的坏孩子？雷嬷嬷，
将他关进屋里面壁思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他出来。是。娘亲真棒，不愧是我的好娘亲。找个信得过的人去查老孟氏娘家是否有个侄女，再多派几人看护好儿，别让任何人靠近她，尤其是方妙仪。是，老奴这就去。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没名字，我本名叫月安，可我在人间还没有名字。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叫方月安如何？我喜欢这个名字。好，安安，等你大哥寻李修木归来，我带你去见他，他一定会疼你的。娘亲说的大哥应该是被巫神入狱，最后被惨死狱中的大哥。我既然回来了，一定会保佑全家人的。什么？我儿会惨死？好孩子，你受苦了，娘亲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谢谢娘亲。娘亲啊，你怎么如此轻易就相信我是你孩子了？哼，这也就是我，对别人可别轻易相信，尤其是二房一家，从上到下没一个好东西。二夫人是我的闺中好友，我与她先后嫁入侯府，一直相互帮扶，难道她也有问题？可怜娘还不知道，我爹现在失了忆，武功全失，救他的那户人家看他锦衣华服，打算挟恩图报，要将女儿嫁给他呢。对了，夫君的下落还没问呢，你说，你知晓我夫君在哪儿？在运州孝远县张家村一个叫张老七的人家。糟了，回答太快，娘若问我如何得知的，我该怎么解释呢？喂，你怎么什么都说啊？透露天机可是要遭雷劈的。那就劈呗，正好伦家的被养了，你给我挠挠呀。混蛋，我可是轮回仙，又不是你的养羊狗。养气鬼，喝凉水。好孩子，你留在我院中休息，我这就去派人找你爷。娘，你可要快点，否则我爹就要给我娶小娘了。回夫人，查到了，快说。老夫人娘家确实有个寡妇侄女，她名叫孟香，公公是户部尚书陈大人。听说刚成婚，夫君就死了，连洞房都没入就成了寡妇。可有什么疑点？有，您怀孕3个月的时候，老孟氏的母亲突然病重，十分想念外孙女孟香，便将人叫了回去，在娘家住了多半年才回夫家。果然如此。那大爷的消息呢？可派人查实了？已经派人去查了，来回怎么也要半个月。上天保佑，只盼着夫君能平安回来。夫人，大爷不是老夫人的亲生孩子，他定是为了抢爵位，给自己亲生的二爷才会下此毒手，所以他绝不会善罢甘休，咱们得提前应对。你去禀告老夫人，就说我打算收安安为养女，3日后举办认亲宴。是。你怎么还有隐身符？你吵什么？我引雷符都能顺，隐身符怎么就不能顺了？我现在怀疑你把轮回阵的库房都搬空了。没那么夸张啦，也就偷了一点点。那个该死的小杂种让猪撞我，秦轩竟然还要收她为养女，这其中肯定有猫腻。当年那孩子你确定淹死了？老奴亲眼看着那孩子沉入河底，绝无生还的可能。难道真是巧合？可万一他真的没死？母亲慌什么？就算那杂种命大没死成，一个5岁的毛孩子还能翻了天？万一秦轩知道真相，闹起来怎么办？那岂不是正中我们下怀？秦轩无凭无据，一旦闹起来，就顺势给他摁一个风名，说他死了夫君，女儿也摔成痴傻，受不了打击，这才疯了。有道理，到时候就能名正言顺的把他送到庄子上自生自灭。母亲说的没错，至于大房唯一的儿子方寻礼，我已经想好如何对付那个书呆子。等他死了，大房就彻底没了人，那侯府的爵位自然就落到我儿头上。接下来如何打算？秦轩不是要办认亲宴吗？那咱们就在宴会上逼他当众发疯。万一他不配合呢？此药能迷人心智，让人陷入癫狂，到时候定能坐实秦轩是疯子的事实。两个大坏蛋，竟然想让我娘亲变成疯子，简直是一肚子坏水。不，是2肚子坏水。
谁打我？母亲，您的脸，我的脸？母亲，您的脸怎么突然就肿了？你个贱人，你敢打自己婆母！不是我还没碰到你呢。贱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存什么心思？若不是你听话又了解秦轩，以为我会让老二娶你？再敢搞小动作，别怪我让老二休了你这贱人！母亲，我真的没有。这次若再不能扳倒秦轩，准备给妾室腾位置吧。你个老不死！若不是方二宠妾灭妻，我怎会对你这老东西俯首帖耳？等我大权在握，一一的弄死你！狗咬狗太好看了，真痛快！我的小祖宗，你当年可是一拳打死魔兽的主儿，这2巴掌下去，也不怕把凡人打死。到时候你可是重罪，我也保不住你。人家只用了一点点力气而已嘛，怕什么？你不准再对凡人出手了，否则我真的要告诉神尊。知道了，我要去找娘亲了。你跑这么急做什么？我都快跟不上了。我得想办法提醒娘亲，不能让她中了坏蛋的奸计。臭傻子，走路不长眼啊，竟敢撞我！这胖子谁啊？撞得我头都晕了。他是老孟氏的亲孙子，周华锦的宝贝儿子方旭泽呀。原来他就是害我大哥入狱的罪魁祸首之一。听说你这傻子能开口说话了，不如跪下来学声狗叫，本少爷就原谅你，如何？这坏蛋是把我当成儿儿了。以前他是不是也这么欺负儿儿？阴谋里他以后继承爵位，会把儿儿嫁给一个变态老头子，害儿儿被折磨而死。这个大坏蛋，我绝不能轻饶了他。臭傻子，还敢瞪我？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对了，我想到办法对付这些坏蛋了。周华锦想给娘亲下毒，让娘亲变成疯子。那如果反噬到他自己最宝贝的儿子身上呢？喂，你又想搞什么东西啊？一个疯子，可没办法跟我大哥哥抢爵位哦。住手啊！这是反噬咒啊！你怎么能给凡人用这个？急什么？若被施咒的人没有害人之心，这咒语就不会发作，对不对？对，是对。可是这不就得了？我可没有害凡人，若是他遭遇反噬，只能证明他有害人之心，这叫报应。你真能强词夺理啊！臭傻子，还敢打我！我今天非要狠狠教训你！打我，赢的可是你哦！住手！这你大哥方寻礼，大哥哥，儿，你能说话了？我不是儿，我是安安呀。安安，我倒是听下人说有个和尔尔样貌一样的小丫头骑着猪闯进侯府，没想到是真的。原来你就是那个杂种，就是你骑着猪把祖母撞飞的。二哥哥，猪猪是在跟祖母玩游戏呢。放屁！你这个小杂种，我打死你！你敢碰她，别怪我不客气。大哥，你要为了这个杂种跟我不客气？你身为男子，又是兄长，怎能对幼童出手？莫非你想让我告诉二叔，让他罚你？你小杂种，你给我等着！等就等着，对。听说是你护着母亲和儿儿，才没有让他们被祖母欺负。是坏奶奶做坏事，怕遭雷劈。好妹妹，以后我就是你大哥了，我会护着你的。大哥哥长得又帅，对我又好，可惜以后会被方旭泽那个坏蛋联合外人陷害入狱，最后惨死在酷刑之下。我一定要救大哥哥。刚才明明没说话，我为何能听到他的声音？还有，说我会被人陷害入狱。母亲刚才说的是真的？已经派人查证过了，千真万确。所以你也能听到那孩子的心声？是，多亏这孩子的心声，我才知道真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安安真的是我的亲妹妹？没错，妙仪是你祖母的娘家侄女，在外厮混生的野种。当年趁我生产昏迷，他们趁机调包了。祖母这是为了爵位，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另外，听到那孩子心声的事，先别告诉他，咱们再观察一下，看还有谁能听到。是，儿子明白。 3日后认亲宴，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母亲，请说。母亲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我的女儿，娘亲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二夫人穿得如此华贵，可比某些人有福气呢。哎呀，我也不想穿，这都是我这儿子旭泽挑的，花了不少银子呢。我说太贵了，这孩子非说不贵，说娘高兴就好。我娘操持这个家不容易，儿子孝敬是应该的。旭泽这孩子啊，不仅文武双全，还如此孝顺，只可惜不是长房长孙。是啊，听说方二郎与尚书之女定了亲，将来必定前途无量。如此优秀，才该继承爵位呢。各位谬赞了，不过我儿子定了亲，女儿马上也要嫁入王府了，这下我可有的忙了。真羡慕大嫂十分清闲，还有心情给个野丫头办认亲宴。大房确实冷清，听说方大郎还没找到，如今秦夫人一个人撑着，还怪可怜的。是啊，夫君失踪，儿子又是书呆子，女儿还把脑子摔傻了，真是命苦。大房最近接连发生不好的事，大嫂办这认亲宴，多半是想趁机冲冲喜吧。依我看，还不如去节呢。这么爱笑，待会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这就不劳弟妹操心了。安安与尔尔生的一模一样，倒是比妙仪还像双生子。不知道的，还以为当初有人把孩子调包了呢。您说是吧，婆母？我说笑的，看把婆母紧张的。哼，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可警告你，若尔和这野丫头再敢欺负妙仪，别怪我将他俩一起送到庄子去。尔从未欺负过妙仪，上次分明是那丫鬟推妙仪下水冤枉儿，莫非婆母忘记，还遭了天打雷劈吗？嫂子，你少说两句吧，婆母也是为了你的妙仪好。尔虽然能开口说话，可依旧痴傻不明事理。闭嘴！不准你说我女儿！你这丧门星，不准吼我母亲！就是你克得我大伯生死不明，尔摔下来变傻，应也是你克的。大嫂莫怪，这孩子为了护我才口无遮拦，我回头一定好好管教他。你这孩子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还不快给你大伯母赔不是？让各位见笑了，这孩子就是父母心齐，见不得我受委屈。大嫂大人大量，不会跟一个孩子计较吧？二夫人说的是，二少爷小小年纪就知道护着母亲，真是孝顺的。二少爷这般有担当，若能继承爵位，将来定承起侯府门楣呢。可不敢这么说，爵位的事儿哪里是我们妇道人家能议论的？大房还有巡礼呢，虽然是文弱了些，到底是长房长孙。来，旭泽，快给你大伯母敬杯茶。方才你出言不逊，得好好赔个不是。大伯母，侄儿方才言语冒犯，请大伯母恕罪。等喝了这杯茶，你就会变成疯子，侯府的爵位就是我的了。娘亲，快喝茶，快喝茶呀！娘亲喝了茶就有好戏看了，嘿嘿。秦轩，你家世好，样貌好，嫁的也好。我夫君宠妾灭妻，你夫君却一心一意，凭什么你事事压我一头？今日我要你身败名裂，永远被我踩在脚下。反噬咒要起作用了，3、2、1。老子得弄死你们！不会真老子的！滚！你给我滚！娘亲快看，二哥哥疯了！二哥哥发疯了！我闹死你们！自己这孩子怎么突然发疯了？快来人啊，把他按住！天哪，这方家二少爷竟然是个疯子，太可怕了！这种人怎么能继承爵位呢？比他大哥文质彬彬可差远了。这种疯子都敢放出来参加宴会，二夫人也太过分了吧！各位误会了，我儿不是疯子，他就是护母心切。方才大嫂说话伤了我，他看不得我受委屈，这才动了气。他是个孝顺孩子，绝不会无缘无故闹脾气的。对，旭泽是个孝顺孩子，都是秦轩你不对，还不快给旭泽道歉！闹成这样，成何体统？这两个大坏蛋竟然还敢往娘亲身上泼脏水，哼！看我的！
旭泽，你没事吧？旭泽，你疯了！那可是你娘！旭泽，你娘亲啊！救命弟妹，你方才不是说旭泽是护母心切，现在怎么连你也打了？贱人，定是你搞的鬼！你让我儿发疯的！弟妹，你自己没管教好旭泽，怎能怪到我身上？这二少爷真是六亲不认了呀，连亲娘都打，肯定是疯了。二夫人自己教出一个疯子，竟还有脸埋怨旁人，真是丢人现眼。侯府怎么养出了这样的疯子？谁家女儿敢嫁给他呀？我儿不是疯子，那定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上了。对，脏东西，这府里有脏东西。什么？侯府有脏东西？那怎么还敢办宴席？真是晦气！这宴席我可不待了，太可怕了！走了，以后侯府宴席再也不来。我这席说笑呢，哪有什么脏东西？各位不要见怪，是老身招待不周了。宣娘，快留客人啊！是，婆母。诸位，今日我家二房突然闹出这种事，实在是抱歉。我准备了上好的瓜果和曲月班子在花园，还请各位移步花园欣赏。还是大夫人端庄得体。既然如此，我们便去花园里吧。是，这二房真是生有柴米，幸好爵位要传给大房。若没有大夫人，这侯府怕是要塌了呢。走吧，咱们去花园。弟妹，可还好？需不需要请府医看看？少得意！今日的事，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弟妹，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好自为之吧。大坏蛋，让你欺负我娘亲和妹妹，活该！贱人，咱们走着瞧。快看那个穿绿衣裳的女人，她就是陈家二小姐陈素素，也是方妙仪生母梦香的嫂子。我看过命宝，这陈素素也是个可怜人，她的夫君是赘婿，方妙仪就是孟霜和她夫君生的。天哪，方妙仪的身世竟如此炸裂！夫人您没事吧？我没事。雷嬷嬷，今日如此热闹，就将妙仪也带来吧。是。姐姐吃，我要吃你的破点心。不吃算了，我吃。不准吃我家的点心，我就吃。把点心给我！哎呦，陈小姐，你没事吧？无妨，多谢大夫人。妙仪，快向陈姨母道歉。我才不道歉，是她害我撞的人。没关系，这孩子的模样怎么会像极了我夫君和寡嫂？咦，对不起，我代妙仪姐姐向您道歉。谁让你代我道歉？分明就是你的错。妙仪，你怎么回事？雷嬷嬷，将她带下去。是。不知哪位是大夫人的养女？咦，我是娘亲刚收养的女儿。你是养女，怎么与六小姐倒更像是双生子呢？难道五小姐长得像爹爹？是啊，这孩子与儿很是有缘分。不过说起来，妙仪长得与我和夫君都不太像呢。恭喜大夫人又得一位千金，不过当年生下这双商子要受不少罪吧？可不是吗？当年疼了一天一夜才把孩子生下来，都没看一眼就昏死过去了。是吗？那可真是辛苦大夫人了。说起来，我家嫂嫂孟香与府上老夫人是亲姑侄呢。是啊，
咱们两家可是沾亲带故的，以后要多来往才是。大夫人若是不嫌弃，后日便带3个孩子来我家做客，如何？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带孩子们去叨扰了。可怜的陈依依还不知道，她的赘婿早就和嫂子厮混在一起，生了孩子，就连兄长也是被这2人害死的。最近这2人还打算杀了他，霸占陈家呢。这陈小姐与我一样是苦命人，我得帮帮她。那就是我的女儿吗？都长这么大了。真羡慕大夫人有这么多儿女陪伴，可惜我这肚子不争气，成婚几年都没动静。陈小姐不必心急，许是缘分未到呢。陈依依不是不能生，而是被夫君和孟香下了绝子药。看在她可怜的份上，我得帮帮她。陈姨母，你很想要小娃娃吗？是啊，姨母做梦都想要个像你这么可爱的娃娃呢。我听婆婆说，寻一个那树上最甜的石榴吃，就会生娃娃。我只告诉夫君接待方家人，孟香怎么会来？好温暖的小手。姨母，你一定会有小娃娃的。我帮你解了毒，离开坏蛋夫君，就能有娃娃了。谢谢安安。不许你这个乞丐吃，你不配！我就吃，把石子给我，你这个臭要饭的！就不给，就不给！绿。小杂种，你凭什么抢我女儿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尿液怎么落水了？嫂嫂，这是怎么回事？孩子打闹不慎落水，我正好路过，就跳下去救他了。娘亲，是方圆这个臭臭推我落水的。娘亲，我没有推他，是那个依依。是2个孩子抢桃子时不小心落水的，幸好没大事，都怪我没有早点阻拦。这怎么能怪陈嫂嫂呢？是我管教不严。妙仪，谁告诉你安安是杂种？你小小年纪跟谁学的？今日你出言不逊，实在可恶。雷嬷嬷，带回去面壁思过，不准出来。是。娘亲，你偏心，我不爱你，我要告诉祖母。安安受委屈了，娘亲在呢，谁也别想欺负你。娘亲最好了。顾母当年说让我女儿成掌上明珠，这贱人竟敢苛待我女儿！凭什么妙仪哭成那样没人，这小杂种却被护着？陈小姐，今日叨扰了，我们改日再来拜访。大夫人慢走，今日招待不周，还请见谅。我和娘亲暗示的这么明显，陈依依肯定怀疑了。接下来就等好戏看喽。嫂嫂别着凉了，快去换身衣裳吧。多谢妹妹关心。孙嬷嬷，小姐，一番福。回小姐，老奴隔着窗户缝看得真真切切，嫂夫人肚子上确实有妊娠痕，她定生产过。果然如此。孙嬷嬷，从今日起，派人盯着姑爷和孟香，有任何动静，第一时间禀报，切勿打草惊蛇。是。哟，大嫂，这是打哪儿回来呀？我带妙仪、安安和尔尔他们3个去了陈家做客。陈家？哪个陈家？就是陈尚书家呀。说起来，他家儿媳孟香可是我们婆母的亲侄女呢。你去陈家做什么？就是这坏女人帮着恶祖母换孩子的，知道我娘去陈家，害怕了。陈家小姐邀请我带3个女儿过去做客，我想着2家本就沾亲带故，偶尔走动走动也是好的。是这样啊，那确实该走动走动。弟妹这是要去哪儿？旭泽的疯病可好些啊？
宣娘，你说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夫君宠妾灭妻，儿子又突然发了疯，险些连累女儿的婚事结不成。真正的婚事怎么？梁贵妃听说旭泽发疯，嫌二房名声有损，便要齐王与真真退婚。那可真是不妙呢。幸好亲王对真真情根深重，都不肯退婚呢。用不了多久，真真就能嫁入齐王府做王妃了呢。是吗？那可真是恭喜弟妹了。不过旭泽的疯病满城皆知，儿子的婚事怕是未必能保住呢。说起婚事，我家勋礼与林家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我得尽早准备婚礼，怕是没空陪弟妹闲聊，先行告辞。凭什么我丈夫儿子不省心，这贱人却事事如意？想靠林家让你儿子平步青云，做梦！我定要让方勋里身败名裂，不得好死！这坏女人肯定要使坏，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根据记录，方旭泽还有好几个大丑闻没曝光。什么丑闻？简重点的说，欠风流债，让妓女怀孕。最炸裂的是，他杀过人。这些事被挖出来，方旭泽完蛋，我大哥就安全了。话是没错，可千万别胡来，贸然对凡人出手犯天规。别拿天规吓唬我，我是魔，天规管好行事。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谁伤害我亲人，我就创谁。有安安真好，可他还是小孩子。我身为娘亲，总不能当甩顶掌柜全依赖他。既然安安会保护勋礼，那我便让人去查一查方旭泽养在外面的怀孕妓女。讨厌，人家最近忙到半夜，凌晨才睡，你吵什么呀？别睡了，再睡你大哥就要出事了。放心放心，昨晚我将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哥不会有事的。根据命国所记，今日方旭泽会在诗会上将偷你大哥的诗词抢先作答，甚至反过来污蔑你大哥剽窃他的诗词。我子见理学士气的当众开除了你大哥，害他再也无法科举。这个大坏蛋，看我怎么收拾他！诗会在哪儿办的？城南镜湖的游船上。猪猪。今日诗会若能夺得头筹，便能得到翰林院李大人的青睐。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可定要好好表现。若能得李大人一句夸奖，今年的相似必能脱颖而出。确定方权里不会再次背上剽窃的污名，离开楚国子监吗？昨晚我可是忙活了许久呢，方旭泽死定了。诸位，今日诗题为《镜湖秋月》，老夫先声明，诗会重在以文会友，不论名次高低，只论诗心真假。哪位先来？李大人，学生斗胆，愿抛砖引玉。有胆量，想必是文采斐然，才敢第一个站出。请说。方勋礼，你的诗集早被我偷走，重新抄写。你的原稿已被烧毁，如今这些诗全是我的，看你拿什么跟我争！镜湖秋月，秋水成月在天，湖光月色两相连。不知今夜谁家客，独倚栏杆望眼穿。他们定是被我的文采所震惊，等我夺得诗会头筹，定能一雪前耻。来了，我出了我给他准备的李大人的著作。我哥好像往这边看了。咦，我哥往这边看啥？难道是血脉相连？我哥感应到我在这里了？王旭泽胆子也太大了。方旭泽，你好大的胆子！李大人何出此言？你说，这首诗是你做的？方局里的诗稿已经被我烧得干干净净，这世上再无人能证明那是他写的，所以李大人一定是在考验我。将你的诗集呈上来给本官瞧瞧。是，这首诗是学生之前所写，皆记录在学生自创的诗俗中。好啊，好得很呐！大人谬赞，学生不过是随手创作。二弟，你怎么能说这首诗是你写的？
这诗分明……大哥，你该不会想说这首诗是你写的吧？哼，这10集原稿在此，难道你想剽窃我的诗？剽窃哥，你完蛋啦！你想害我哥，没想到吧？我给你准备的是李大人的竹笋炒肉，等着被揍呢。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是……闭嘴！分明就是想倒打一耙，说我剽窃你的诗。有本事你拿出这首诗的原稿，拿不出，就是你颠倒黑白。这首诗的原稿，我确实拿不出，可是拿不出来你也敢站起来？大哥莫不是嫉妒我，才想将我的诗抢走？你这等无耻行径，简直是天下文人耻辱！李大人，您应该立刻将他逐出国子监，永不录用。如此无耻行径，本官的确该将其逐出国子院，永不录用科举。方雄礼失去了科举的资格，看你如何继承侯府爵位。来人，将方旭泽给本官拿下！大人，您是不是搞错了？是方全礼想要剽窃学生的诗词啊！二弟，你刚才念的那首诗是李大人的诗，而且还是大人3年前在翰林阁所写，京城金选里收了的，在场诸位都读。方旭泽到底是什么蠢货？竟然当众将主考官的诗占为己有拿出来比赛，甚至用的还是3年前的旧诗，在学堂夫子可是教过的，难道他从不听讲吗？他还大言不惭说是巡礼兄剽窃他的诗词，谁不是巡礼是我们国子监文才第一啊？我不知道，这诗是……方旭泽，若本官没有老眼昏花，你这本诗集似乎也是本官的。什么？不可能！那分明是我从方巡礼书房偷的。什么？竟然是从巡礼兄书房偷的？原来他是想剽窃巡礼兄的诗词啊！没想到竟然误偷了李大人的诗集，真是可笑！我要叫发财！这下方玉泽可真成了全京城的笑柄了。这次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下来该大哥风光了。大哥哥，我来给你送诗集啦！啊！李大人，爷爷，我大哥哥的诗集落在家中，我特意来给他送。是吗？可否将你大哥哥的诗集呈上来给爷爷看看？好的，爷爷。好诗，好诗啊！玄礼不愧是国子监最优秀的学子。大人谬赞，学生愧不敢当。文采斐然，定能前途无量。今日诗会头筹，怕是非你莫属了。哈哈哈。李大人的事迹是我从方玄礼书房偷的，定是他想剽窃李大人的诗。对，想要剽窃的是他才对。二弟，李大人是翰林院侍读学士，诗名满京城。我向来仰慕大人的文采，特意收藏了他的诗集，放在书房时时拜读。怎么二弟进了我书房，翻我的书架，偷我的藏书，却以为那是我写的诗？我哪里知道？我以为是你的，我才抄。方旭泽，你入室行盗，剽窃诗文，意图冒名顶替，当众构陷同窗。从今日起，废除你国子监学生的身份，永不允参加科举。李大人，李大人，我错了，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您别开除我！不要！陷害大哥的坏人得到教训了，大哥还拔得头筹了，我儿可以和大哥一起回府里看好戏了。大人，学生家中还有事，就带着家妹先告辞。大哥太懂我了，我太想回去看戏了。我可是给坏女人一家准备了连环好戏呢。旭泽还没回来吗？他说了，今日定能夺得诗会头筹呢。太太莫急，诗会哪有那么快结束的？咱们二少爷定能夺个头筹回来，给夫人您长脸。说的是，旭泽这孩子旁的不说，这股子上进心是随了我，不像某些人把儿子养成个书呆子似的，
整日只知道关在书房里涂鸦写的，有什么用？也没见他读出什么名堂来。咱们侯府的爵位总不能传给一个闷葫芦吧？是啊，大房的熏礼确实太文弱了，须是书读多了，把人都读傻了吧？母亲说的是，咱们这样的人家撑门立地得有心气儿和手段。旭泽这孩子扛的不说，心气儿是有的。今日诗会定能给我争口气回来，也让嫂嫂见识下什么才是侯府嫡子该有的样子。是吗？那我可要提前恭喜二弟和弟妹，希望能如你们所愿。怎么了？是不是旭泽回来了？二夫人，是二少爷回来了。真的？旭泽诗会夺了第几？是不是头筹？那个二少爷是被人抬回来的。还回来？什么意思啊？旭泽，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回二夫人，二少爷剽窃李大人的诗词，并当着李大人的面念出来占为己有，不仅被国子监开除，以后怕是都不能再科举了。什么？怎么可能？我儿，娘亲，是大哥设计陷害我，他把我拿走的诗集换成了李大人的，这才让我出丑。秦轩，都怪你儿子，害我旭泽成了这般模样。弟妹，这话我怎么听不懂？什么叫做旭泽拿走的诗集换成了李大人？难道旭泽想要偷巡礼的诗集，结果误偷了李大人的？周华姐，我说过，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忘了吗？你这贱人！怎么，这是打算与我撕破脸了？别急呀，好戏还没演完呢。二郎，妾好想你，你说过会为妾赎身的。花娘，你怎么会在这里？如今妾怀孕都7个月了，你怎么突然就不理妾了？你是哪来的小贱蹄子，竟敢胡乱看咬我儿！来人，快将他轰出去！慢着，弟妹急什么？这花娘不仅是春香楼的头子，还是旭泽的红颜知己。如今她坏了旭泽的骨肉，你怎能如此不近人情，将她赶出去？你胡说八道！我儿怎么会与青楼妓女私混？那是你污蔑！花娘，二夫人怀疑你污蔑，你可有证据？这是二郎的贴身玉佩，上面刻着他的生辰八字，是他亲手给我的定情书。哎呦，还真是呢。这玉佩咱们方家子孙各有一枚，做不了假。宫殿您看。老二，看你教出的好儿子，我侯府颜面都被他败光了。公爹，旭泽弟是被人陷害了，你可要为他做主啊！再说了，那房雪里就是个书呆子，肯定是嫉妒我家旭泽。娘亲，娘亲，大哥他得了诗会头筹，拿了奖励回来了。我就知道轩丽是个争气的，快让娘亲看看头筹奖励是何物。这可是上等的翠玉观音，价值连城。谁说我家锦鲤是书呆子呢？大哥最厉害了，李大人夸赞大哥文采斐然，是最优秀的学生。坏人，去吧，最好气的不知道喘气了。公爹，虽然方旭泽给咱们侯府丢了颜面，但是军礼争回来了，你可千万别再生气了，气大伤身呢。保佑安安，否则今日身败名裂的便是我儿勋。巡礼倒是个好孩子，闹了这么一出都累了，先各自回去休息吧。我儿辛苦了，娘亲定要亲自下厨给你补补身子。婆母，儿媳告退了。来人，将二少爷和这女子带下去。婆母，你可要为旭泽做主啊！行了，现在知道错了，早不能好好管教儿子。我警告你，绝不能送那女子和她腹中的孩子。那是娼妾，若旭泽大婚之前便有了庶子，定会影响他的婚事。你也知道啊，那怎么不管教好他？如今多少双眼睛看着那女子挺着大肚子进了侯府，若出了意外，侯府能撇清关系吗？而且知道，你快滚下去，好好管教你的蠢货儿子。是。母亲，旭泽算是彻底废了，科举路一断，名声也臭了，爵位肯定不能落在他头上，咱们另作打算。你说怎么办？旭泽不行，我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儿子，刘姨娘生的那个。你说旭辉不行，他母亲出身实在太低贱，旭泽还年轻，若能改邪归正，
又有孟家与周家，或许还有机会。既然母亲这么说，那孩儿就不管了。若是这次他真的无法参与科举，那便彻底放弃。好，就依你吧。小祖宗，你又大半夜不睡觉，跑来这里做什么？怀泽，命簿上记载，他16岁那年，失手将同窗的郭朗推下湖淹死了，对不对？命簿上是这么记的。那年秋日游湖，他与郭朗在船头争执，失手将人推了下去。事后说是郭朗醉酒失足，因侯府事大，郭家不敢深究。后来方旭泽心虚，偷偷请了道士，在湖边设了法阵，压着郭朗的魂魄，令他难以投胎转世。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我身为魔头都看不下去了。你在做什么？我的姑奶奶，你能不能别总对凡人出手啊？我只是帮他开了个鬼眼，还让他见见老朋友呀，这不算对凡人出手吧？根据我的感应，方旭泽请的道士应该把禁制设在了此处。你是魔王，难不成还要管鬼界的事？我这是替天行道，神尊知道，可得好好给我些法宝做酬劳才行。我终于出来了，小妹妹，你救了我吗？是我救了你，郭朗哥哥，你可以去转世投胎了。我在此之前，你可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哦。谢谢你，小妹妹。方旭泽，我说过，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也太狠了吧！竟然放鬼吓唬方旭泽，你不怕他被吓死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要是没有害人，为什么怕鬼？又强词夺理，我这可是为了保护哥哥，只有方旭泽恶有恶报，彻底完蛋，还不会继续害我大哥。走喽，回家睡觉，明天定有好戏看。我一定是在做梦，对，我一定是在做梦，我一定是在做梦。郭朗已经死了，魂魄被镇压，不可能来找我寻仇的，是幻觉，是幻觉，一定是幻觉。方旭泽，你害得我好惨，你想我这是何意？别过来！别过来！师傅，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儿啊！放心，区区小鬼不在话下。恶鬼，休要作恶！贫道这就让你魂飞魄散！这糟老头子坏得很，帮助坏人不帮助好鬼。夫人，二公子，我不是故意的。方旭泽看到了吧？这破道士不能把我如何？你若不肯认罪，我便把你活吃了。不要啊！好戏发生，不能错过。郭朗，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把你推进湖里淹死的，那天是你先推我，我才还手的，我没想把你推下去，你原谅我，求求你原谅我。你去官府自首，便放过你。我这就去，我去自首，我杀人了，我有罪，我有罪啊！国公，方旭泽害我大哥冤死狱中，终于恶人有恶报了。谢谢你，我心愿已了，终于能转世投胎了。在人间还有最后7日可逗留，这期间你可以回去看看父母，与他们团聚。我已为他们开了鬼眼，你们可以相见。真的吗？谢谢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大王。本大王很满意这个称呼。去吧去吧。张嬷嬷，我儿旭泽呢？他跑哪儿去了？二夫人，大事不好了！少爷他当街承认自己杀了郭朗，甚至主动跑到衙门自首了。什么？我的儿子啊！二夫人，您没事吧？快来人啊！民间有句话叫做惯子如杀子，周华锦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此一来，你便彻底改变了方玄礼的悲惨结局呢。接下来，咱们该处理方舒儿的事了。娘亲，你怎么在这儿？自然是想安安了。你可还记得陈一母？当然记得，就是方妙仪生母孟香的小姑子嘛。一母的娘亲陈夫人寿宴，特意邀请我们前去呢，还强调一定要带着你和妙仪还有儿儿。真的吗？太好了，我最喜欢宴会了。经调查清楚，就是打算设宴动手，我特意强调带着我们3个女儿参加，是重头戏了。看来我与方妙仪这个孽种的母女缘分即将倒甜了。是不是张嬷嬷下属真的帮你抓到孟香老师电话还发重要证据？那个张嬷嬷她儿子可是个毒贩，这是她最大的软肋。原来如此，好安安，娘亲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听说我的女儿妙仪今日会来，香儿说孩子长得像我，今日我终于有机会能见上一面。各位，快请进，府中已备好解暑的茶点。果然是我的女儿，与我眉眼相齐了。我一定要除掉陈素素，好与我的女儿和香儿团聚。那个热络的男子就是方妙仪的亲生父亲潘斌。命簿上怎么说？命簿上所记，潘斌与孟香害陈大一事瞒得极好，陈家二老始终没有发现端倪。没多久后，他们又故技重施，害死了陈素素，真是坏死了。不仅如此，陈素素死后，潘斌装的深情没有续娶，一副孝顺模样侍奉二老，然后经不住儿女都离世的打击，陈家二老身体也越发不好。最后主动撮合了潘斌与孟香，二人不仅又生了子女，还继承了陈家产业，享尽了荣华富贵。婆母，您招待贵客，儿媳去厨房看看有没有帮忙的。去吧，辛苦你了。夫人，我书房有公务，你帮母亲招待客人，我忙完就回。好啊，夫君可别太过操劳。放心，我很快回来。看来他们是迫不及待的要相聚了。人去找孟香了，怎么能让满园的宾客跟我去看戏呢？各位宾客，感谢你们抽出宝贵时间参加家母寿宴，怕招待不周怠慢了各位，我们便自个儿想了个新玩法。姨母，什么新玩法？也许能趁游戏带大家抓恶人。新奇玩法倒是让人好奇的紧呢。府中此时已放出4只公鸡，翅膀上分别绑有4条不同颜色的布条，捉到公鸡之人便可凭布条获得对应奖励。这4件物品便是今日彩头，福寿双全。这应是陈家老太爷的大宝，陈老太爷可是京中赫赫有名的书法大家呀！若能得到陈老太爷的墨宝，可是价值不菲呢。公鸡？抓什么公鸡？抓奸去！快去！孟香与潘斌正在后院假山里私会呢，你快带人去。
想必安安定能带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轻点儿，吓跑的大公鸡怎么办呀？被人听到动静跑了，我可抓不了奸了。兵哥，清醒！我怎么觉得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怕什么？心腹分别在两边路上守着，不会有事的。都怪你偏选在这处，惹得人家心惊胆战的。这样不是更刺激？你难道不喜欢？讨厌了啦！青天白日的，你们在做什么？太好了，这两人暴露了，方妙你的天使之就该揭晓了。暴露了，青天白日被抓到，看好戏啦！少儿不宜，非礼勿视啊！天哪，这二人竟不知廉耻，寿宴上行苟且之事，这不是陈家儿媳和女婿吗？造什么孽呀！快来人，赶紧将二人抬走，别污了各位贵客的颜。喜与赘婿搞到一起，简直是我陈家奇耻大辱！既然不要脸，干脆在众人跟前审审，让大家评个理。你们不妨什么时候会是苟且的？说，若不老实交代，我立刻吩咐将你二人进猪笼去。呀，他们本就是青梅竹马，当初还是梦香介绍潘斌给你认识的。谁说不是呢？一个嫁哥哥，一个入赘妹妹，不仅霸占家业，还方便偷情。这种人最精了，三盘珠子都挂我脸上了。我和嫂嫂一直相敬如宾，今日是中了迷药才会如此，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对，我们是被陷害的。我知道了，我们被赶出陈家。你作为陈家唯一女儿，便能独占家业，这心理素质，我都想在他脸上鼓掌了。认错，你这一掌下去，他就无了。若非如此，你怎么会背着我与潘斌搞什么抓鸡大赛，又故意将人引到假山去？你分明是早有预谋。你胡说，我没有。这两个坏蛋竟敢颠倒黑白，哼，有我在，休想欺负陈姨。是啊，怎会有如此巧合？宾客们抓鸡，刚好抓到我侄女与潘斌在假山后。伯母所言有理，若真有奸情，怎会挑假山后面？想来是有人心怀不轨，容不下自己的夫君和寡嫂呢。你们胡说什么？二人挑伯母和二婶婶是在夸我吗？刚才是我抓到他们不穿衣服，是我。陈姨，你可千万别说错话呀！幸好安安提醒，今日得让他们自己露出破绽，我才能名正言顺休夫。若非安安带人过去发现这奸情，我怕是要被骗一辈子了。既然你们说是中了迷药，不如请郎中诊脉，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不愧是我娘亲，聪明绝顶。对，来人，传府医。陈素素这蠢货，怕是不知府医早被我们收买了吧？不仅能修妻索财，还能顺势为香儿负责，名正言顺在一起。府医，他们可有中迷药？回大小姐，姑爷和嫂夫人确实中了迷药。府医早被说满了，不过有我在，不会让陈姨输的。妹妹，我知道你早嫌我碍事，可我为你兄长守寡多年，尽孝顺，你怎么能毁我贞洁，坏我声誉？如今我可怎么活？素素，我知你心高气傲，若非兄长早死，也不会招我这个赘婿入门。这么多年我对你一心一意，你这么做，不仅毁了我的前程，更是要将我置于死地啊！我侄女为陈家守寡多年，你们竟这般凌辱她，简直欺人太甚！是啊，陈家二老若不能给个说法，怕是难以服众的。我和二婶还真是低山出的之一。对，必须给个说法，否则我便撞死在这里。妹妹，你若肯跪下给我二人当众磕头认错，便是有悔过之心，我也不太为难你。没错，既有继父之亲，必为他名节负责。我写休书给你，陈家还要补偿10万两金银，否则如何？否则报官告你谋害，按律法不仅牢底坐，还要受80杖刑。真的不能打死他们吗？不行，那是触犯天条，要遭雷劈的。他们长得丑，想得美，雷怎么会劈他们啊？破天条迟早把你撕了。80杖刑，莫说陈家小姐是个弱妇，怕是连壮汉都扛不得。是啊，要我说，陈家若是聪明，赶紧按照姑爷的要求赔偿吧。不要给你们下药！我怎么这么没用？如今竟然能被这对狗男女反将一军。没有下药，的确说有迷药，
只要再找几个郎中看看不就行了？我怎么没想到呢？你笑什么？莫非是奸计败露，疯了不成？你这毒妇，被拆穿竟然还敢打人！陈素素，你简直欺人太甚！我要报官！好啊，报官就报官。你现在跪下认错赔偿，我便原谅你恼羞成怒。大可不必。来人，立刻报官。是。慢着，素素，你可别冲动啊！虽然你害我失贞，可你到底是我亡夫的妹妹，我不忍心看着你去死啊！这样吧，你也不必下跪道歉了，干脆赔钱了事如何？对，你既然不肯跪下认错，赶紧签了休书，赔偿我们2人便是。其他的我便念在夫妻一场，不与你计较了。否则如何？这2个大坏蛋做贼心虚，肯定不敢报官。希望陈姨母报官，让他们自作自受。你们2位还真是大度呢。只是若陈家小姐真的犯罪，今日我等宾客皆为见证。若不报官，我们岂不是也有包庇之罪？是啊，还是报官吧，谁犯错谁受立法制裁，我们绝不保。王家夫人说的对，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我下了迷药诬陷你们，那便让律法严惩我好。就是不知道查明真相后死的是谁。到底是自家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为好？若是你不知死活闹到衙门，陈家可就真的绝后了。我偏不，甚至我还打算多找几个郎中为你们作证呢。什么？你若现在认错，或许还能放你条生路；若等我找郎中戳穿谎言，你便是这对奸夫淫妇的同谋。大小姐饶命，他们没中迷药。那你为何要如此说？是他们早就收买了我，你血口喷人！没错，你是陈家府医，竟然是帮着他们诬陷我们。事到如今，你们还敢狡辩？看来真要让官府的郎中亲自验证才行了。来人，立刻报官！刚才说报官就是吓我，没想到他竟然不怕。若是官府严查，那我与香儿岂不是要受牢狱之灾？不行，不能报官！别报官！我只是不忍心看你受牢狱之灾。是啊，我们到底是念旧情的，这件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刚才贼喊捉贼那么嚣张，现在怕了吧？怎么心虚了？你们不追究，我可要好好追究到底呢。说，到底怎么回事？小姐饶命，是他们给了我银子，拜托我帮着他们说话。你胡说！我怎么知道今日发生这种事，提前收买你？你们在婚前就有首尾。大小姐多年未孕，也是你们要我暗中给她下了上生的寒药，并且你们还威胁我给你们配慢性毒药。后来我才知道，你们用这毒药谋害了大少爷，并且想故技重杀毒害大小姐。什么？我儿是被你们毒害的！你胡说！我们没有，一定是被陈素素收买了，故意坑害我们。大小姐，小的举报，梦香曾怀过孽种，所以早就收买我为他们所用。太好了，这部戏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精彩环节。没有这回事。梦香有没有生产过，只要找郎中一验便知。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刚才他们2人在假山后依山不整，我好像看到陈家嫂腹上有妊娠纹。天，我们陈家到底造了什么孽啊！打死你个白眼狼！别气坏了身子，等下自有律法严惩他们。韩冰、梦香，你们这对贱人为何要这样对我？我们陈家亏负过你们吗？我们就是在一起了又如何？当初孟家嫌潘郎身世不好，硬逼着我嫁到你们陈家。潘郎是为你，他会委曲求全给你做上门女婿的。锦旗，马上要拉孟家下水了。你这次做下这等恬不知耻的丑事，敢冤枉我孟家！你这个混账东西，想毁了孟家吗？姑母何必装模作样？当初逼我嫁陈家，还是你牵线搭桥。若没你，我和潘郎怎会有今天下场？都是你害的！这白眼狼，枉费我从前帮衬你，非毁了孟家可满意吗？孟家人不仅知道孟香与潘斌的丑事，甚至没少帮忙。老妖婆更是把我和方妙仪调包，如今是想弃车保杀。
威胁孟香独自拦下罪责，以免连累孟家。老妖婆想让孟香拦罪，她想得美！今日我便要让这些恶人原形毕露。既然怀过身孕，那这孩子如今在何处？死了，是他长期束缚，导致发育不足夭折了。素素，是我一时糊涂被他勾引，你原谅我。害死你大哥的也是他，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潘郎，我为你谋杀妻夫，身败名裂，你不能背叛我！是你怂恿我入赘陈家，如今搞成这样都是你害的！你这个负心汉，都该你chết了！这俩人真闹翻了，还是故意扰乱注意力，不让我们追查真相。临近生产才会有妊娠纹，只靠束缚，怕难以遮掩吧？你们朝夕相处，难道从未发现任何异常？记得6年前，孟家太夫人病重，孟香曾回孟家住了半年多。你们莫要胡乱猜测，他当时要嫁叛离，孟家都没应允，又怎会与他做出这等事儿？是，若给人知晓，那孟家名声彻底完了。婆母怎会做这糊涂事？我只做了糊涂事，还害得我跟娘亲分开5年呢。既然回了孟家，那他这肚子就瞒不住。我家婆母到底是方家祖母，娘家的事儿怕是不知道呢。不如报官，派人去查查孟家。你说的对，到时定要孟家人尝遍72道酷刑，看他们敢不敢隐瞒。我们无凭无据，简直是诬告我们孟家，就是诬告！太来了，带着证据来了。老奴是孟氏家奴，当初孟香确实回孟家待产，并且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张嬷嬷，你胡说什么？你陪了我几十年，怎么能如此诋毁孟家？自然是被我收买了呀。张嬷嬷，他就是你的独子吧？大夫人将我儿打成这样，是何用意？张嬷嬷说错了，他可不是我打的，反而是我将他从赌场救下来的。你儿子欠了赌债，人家要他命偿，你若肯帮我，我替他还清赌债，并给你们一大笔钱，如何？你想要我做什么？很简单，我需要说出真相。方妙仪就是孟香和潘冰生的孽种，而真正的方家五小姐在大夫人生产当日就被换走了，是我亲手扔进的护城河。原来你不是娘亲的孩子，难怪你长得像这2个大花旦。不是的，我不是大花旦的孩子，我是娘亲的孩子。糟了，眼下对孟家不利，我不能再随意开口，以免受牵连。张嬷嬷，你是说我女儿被你扔进河里淹死了？你为什么这么做？大夫人息怒，老奴也是被老孟氏逼迫，实在是无奈呀。来人，把这胡说八道的贱婢给我拖下去，让我打死！大夫人明察，当年你大婚期防我也是老孟氏逼我干的。这下真相大白了，看老妖婆还怎么装！怎么可能？那场大火是婆母救了我，怎么会是她让你放的？她早就算计好了，只要救了你，便能获取你的信任，还好让你心甘情愿的用嫁妆贴补侯府。娘亲别怕，有我在，今日尽管报仇。接着交代，二小姐从假山掉落，跌坏了脑袋，也是老孟氏指使我推的，想让我杀了那孩子，好让她侄女孟香生的孩子方妙仪能够霸占你的嫁妆。你血口喷人，我没有。那祖母敢发誓吗？如果你有，就天打雷劈！我，看来祖母不敢发誓。不是，我没有做过，这是你们串通好的来诬陷我。诬陷？你指使我做了许多暗害大房的事，难道你忘了？这些年为了让我忠心，这就让我照顾儿子沾染祖国，我不知道。那我的亲生女儿呢？我将她扔进河里，见她沉了下去才走，应当是被淹死了。夫人，对不起。娘亲不知道我没被淹死，我就站在她身边呢。傻孩子，我怎会不知？只是戏的眼，我越可怜痛苦，老孟氏罪孽才越重。怎么会这样？你虽是我夫君的继母，可我一直当你是亲婆母敬重。救我时，我决定一辈子孝顺你，没想到全是算计。你要害死大房全家啊！戚夫人，你没事吧？娘亲好演技。你们孟家都是些毒妇吗？竟然能干出这种丧心病狂、没良心的恶事，这不会天打雷劈吗？这人神不可，若非今日真相大白，怕是要被孟家吃的连骨头都不剩。来人，报官，将这些杀不算神，统统送交官府处置。这可不算完哟，你的方妖婆和二叔叔和二婶婶一家也该轮着他们了。请别走，别扔下面。你是哪儿？我是你祖母，你是我儿和他贱人生的，你还想回方家做大小姐不成？你亲娘是孟香的毒妇，害我儿入狱。既然是潘家血脉，给我老实回潘家认祖归宗。到底养了这么多年，娘亲心里还是很难过吧？我刚发现一个劲爆秘密，你娘知道了肯定痛快。什么秘密？快说快说！
命不所及，你二叔是你祖父外室所生，被调包。老孟是一直在给外室养儿子呢。哇塞，小妖婆为了外室儿子机关算尽，最后落得这种下场，我不要气得吐血了！什么？真相竟是如此，还真是报应。不知老孟是知道真相后什么表情？你来干什么？自然是来看你的笑话呀！皇上已经下旨，把你流放苦寒之地。当初你谋害我们一家时，可曾想过自己会是这种下场？我才不信呢！我是侯爷的妻子，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儿子，所以他一定会救我。你笑什么？我笑你可怜啊！到现在还不知道真相。我真是公爹管家不严，皇上只下旨夺了他的爵位，并补偿给了我们大房。等我夫君平安回京，便可继承爵位，成为新侯爷。至于二房嘛，你要对我儿做什么？我儿可是侯爷最疼爱的儿子。他的确是侯爷最疼爱的儿子，可惜却不是你的儿子。你说什么？侯母，你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自己儿子的利益，如今沦为阶下囚，他可来看过你一眼。我儿是为大局考虑，如今我身败名裂，若他来看我，岂不是也要被连累？骗骗旁人算了，他真打算骗自己吗？实话告诉你，你调包了我的女儿，还不知道自己儿子也被调包了吧？你说什么？公爹有个外室，一直藏在外面养。当年你与他一同生产，公爹便将你的孩子调包了。不可能！骗我！那外室已经被侯爷接入府中，你儿子为了与你划清界限，对外说你当年不能生育，如今他们一家三口团聚，可是幸福的很呐！不可能，我不可能这样对我。这便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吧？命国更新了，父亲已经恢复记忆，不日便会回京了。真的吗？太好了，我很快就能见到爹爹了。可是你二叔那边得到消息后，会派人在路上将你父亲劫杀，这怎么行呢？我得保护爹爹。你远在京城，又没人手能指派，要怎么保护他？若是二叔知道爹爹已经死了，应该就不会再找人劫杀爹爹了吧？可以给爹爹办丧事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安安真聪明。娘亲，我们给爹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吧。娘亲要是问我为什么，我该怎么解释呀？好啊，明日我就派人操办。娘亲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太好了！娘亲这么相信我。安安早点睡。加派人手，暗中护送老爷回京。另外，设灵堂，我们给老爷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夫君，你怎能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就这么走啊？大嫂节哀，大哥走得早，留下你们孤儿寡母的，我这做弟弟的心里实在难受。这件事我不得不提，大哥走了，按理说该巡礼袭爵，可他并未被封世子，年纪也尚小，这么大的侯府总要有人打理，不如让我这个叔叔先管着。你还真是长得丑想得美，茅房没人打理，你怎么不先管着？二爷有心了，不过皇上既然将爵位给了大房，我夫君去世便理应由训礼继承。二弟若是觉得不妥，不如去宫里问问皇上。大嫂，这是什么话？二爷好心帮你，你倒摆起谱来了。大哥死了，你以为你还是侯府大夫人？弟妹慎言，我夫君尸骨未寒，你们便开始打爵位的主意，难不成是想吃大房绝户吗？林轩，我懒得与你口。实话告诉你，如今这侯府上下都是我的人，你若识相，带着孩子们乖乖去庄子上住着。还有我，方坤，只要我活着，你休想夺爵。父亲临走前曾嘱托我照顾母亲和妹妹们，即便我年纪尚小，也有娘亲替我把持侯府，还轮不到二叔来僭越。这真是翅膀硬了，敢跟老子叫板！既然你们不识抬举，别怪我不客气了。大哥走了，大房的人伤心过度，你们立刻送大房一家去庄子上休养，不得怠慢。是。放开我！方坤，你好大的胆子！嫂子，你说巡礼若是成了残废，是不是就永远无法继承遗王？你想干什么？来人，给我打断方巡礼的腿！大哥要求全皮了，现在怎么反倒不出手了？放心，轮不到我出手。3、2、1，来了！住手！谁敢动我儿子？来了！勇猛的爹爹终于回来了！夫君，你可算回来了！
我就说轮不到我出手吧。我回京后急着入宫向皇上复命，这才回来晚了。二弟、弟妹，看到大哥回来，似乎很失望。这不是秦轩的计谋，我上当了。就知他没死，并提前筹谋，在路上将他劫杀。说什么都晚了。没有，大哥你能活着回来，兄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啊是啊，大哥没死太好了。哼，你们刚才不是要打断我哥哥的腿吗？现在怎么不打了？什么？你要打断我儿的腿？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这不是很嚣张吗？继续抢爵位呀！刚才都是误会。误？那你们方才是要对我的妻儿做什么？我只是担心大哥去世后，嫂子又要管孩子，又要操侯府，太过辛苦，这才想替大哥照顾。是啊，我们也是心疼嫂子，为她分忧嘛。哼，方坤，你们做过什么？想必心里清楚。今日是我家团聚之日，我不想见血，带着你的人滚出去！是，我们这就走，不耽误大哥一家团聚了。若非你有兵权在手，我才不会怕你。不愧是我那英武不凡的爹爹，将军之才，果然高大威猛。这孩子怎么和儿长得一样？夫君，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女儿安安。我知道你有疑惑，这些日子发生了太多事，我等下再与你细说。安安，快来拜见爹爹。爹爹好，我是安安。安安好，爹爹回来了，以后不会再让你们兄妹受欺负。太好了，这下爹爹也平安无事了。接下来就是大姐姐了。爹爹和娘亲还不知道，大姐姐快要被夫家搓磨死了。知意每月都来信，信中说夫家待她极好，怎么会被夫家搓磨？可安安不会说谎，我得尽快见到我的知意才行。雷嬷嬷，派人给知意送信，就说他爹平安回京，请他回来参加接风宴。是。知意，自你出嫁后3年都没回娘家了，这些年过得可好？女儿过得挺好的，娘亲不要忧心。虽然你时常写信回来，可你这孩子报喜不报忧，爹娘怎么可能不担心你？是啊，大姐，那蒋世成真的待你好吗？夫君他待我很好的。你大姐姐嘴真硬啊！明明在蒋家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却还要强装过得好。这么说，大姐姐受欺负了？岂止是被欺负，当年你大姐落水被蒋世成救起，因失了名节，被迫嫁给他这个穷进士。其实这一切都是周华锦搞的鬼。又是二婶这个坏蛋，那蒋家穷得揭不开锅，全靠你大姐的嫁妆养活。想对他更是动辄打骂，天不亮就逼他起来干活，太过分了！我要为大姐姐报仇。不止如此，那个叫陶娘的女人是蒋世成的外室，两人还有了孩子，却骗你大姐姐陶娘是一位上官的外室，因主母凶狠才住在蒋家。他还让你大姐给陶娘端茶倒水伺候月子呢。奇怪，他们怎么都在看我们？难道他们能听见我们的对话？大家挺正常的，你别疑神疑鬼的。好吧，明日你那渣姐夫就会拖家带口来京城，到时候你可要好好招待他们母子。放心吧，招待这种事我最在行了。我的知意，你受苦了，都怪娘不好。当初只查到这蒋家还算清正，却不知他们背地里如此狼心狗肺呀！不管娘亲的事，都是周华姐害的。你放心，娘亲一定帮你报仇。对了，娘亲，那个和儿儿长得一样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看来你也能听到安安的心声。对，刚才吓了我一跳，这孩子似乎非比寻常。此事说来话长，等下我再告诉你。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一直感念蒋世成的救命之恩，任由他欺我辱我都忍了下来。这一切都是二房的算计，他既敢骗我去给外室伺候月子，这份屈辱我定要让他加倍偿还。没错，咱们不仅要报仇，还要同他和离。女儿一定要与他这等卑鄙小人和离。这就是我大姐姐的夫君和婆母呀！
今天我可要好好招待你们。亲家母突然来京，也不提前告知，未免太过唐突。我家世成政绩出众，上面将他调任到了京城周边的余县做县城，能先来侯府，可是抬举你们。姐夫脚边的包袱是给我们带的礼物吗？臭丫头，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的行囊。空手去别人家做客，可是很没教养的，对吧，大姐姐？是啊，安安，确实没教养。方之意，你别太过分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在乎这些虚礼？就是。再说了，我们事成高升是喜事儿，你这做岳母的理应表示表示。不知你们要我如何表示？我家世成初来乍到，你怎么也要拿些金银珠宝给他打点官场吧？全家都靠大姐姐的嫁妆养活，如今还敢上门打秋风，脸皮比怀泽的毛皮都厚。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我？你儿子还未上任，便要贿赂官员了？你可知这是触犯律法，重则满门抄斩。秦轩，你敢咒我儿子？就你这德行，难怪养出的女儿都这么没教养。你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我的头巾又犯了，这真是疼死我了。婆婆别怕，我大姐姐人美心善，你疼死了，她肯定会帮你收尸的。你什么时候死啊？你这个死丫头！方之意，你还愣着干什么？他小屁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还不快过来给我母亲揉一揉！我妹妹比你们母子懂事多了，而且你母亲头疼，又不是我母亲，你不帮她揉，凭什么要我去揉？方之意，你别以为回了娘家有人撑腰就敢这么跟我说话！你行了行了，这母女俩一样小家子气，我也懒得跟他们计较。这一路舟车劳顿，十分辛苦，我累了，还是快派下人扶我去休息。听到没有，方之意？还不快给我母亲安排最大的卧房，再派30几个仆从伺候。对了，那上等的燕窝鹿茸也给我母亲端来养养身子。姐夫要住在我家吗？我记得陈依依的前夫君是赘婿，才会住在他娘家。原来姐夫也是赘婿。赔钱货，你敢说我儿是赘婿？他可是进士，如今是一县之长。不是赘婿，又要赖在我们家住，原来你们是无赖啊！你们什么意思？难道就任由这赔钱货胡说八道，羞辱我们吗？放肆！安安是我侯府千金，你们一口一个赔钱货，简直欺人太甚！来人，把这对厚颜无耻的母子给我轰出去！娘亲把他们赶出去，定会有损侯府声誉，倒不如留下来给我解闷。说不定明日一早，他们就会哭爹喊娘的逃跑呢。等一下，我儿现在可是县城了，你别狗眼看人低。等将来我儿平步青云，官至宰辅，让你肠子都悔青了。亲家母说的有道理，既然你们想留，那便留吧。西偏院空着，足够你们母子二人住了。方之意，等会儿赶紧过来伺候我和母亲，否则等我出头，第一个休了你。请。怀泽，这蒋世成这次入京，可将那外室和私生子带来了吗？带来了，他们将那桃娘和孩子安置在了来福客栈。若桃娘能主动跳出来承认自己和蒋世成的关系，那么渣男姐夫的仕途就全完了。这些年，这对母子一边挥霍我的嫁妆，一边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从今以后，我绝不会让他们好过。放心吧，等到和离那日，他们花了你多少嫁妆，娘亲定会要他们如数奉还。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怀泽，你越来越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在打鬼的主意？不是，给他们开了鬼眼吧？我的姑奶奶，你这也太缺德了吧！胡说，我这是帮他们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开了鬼眼也没用。大房这边干净得很，根本没有冤死的野鬼。大房这边没有，那就把二房那边的先引过来了。你真是损到家了，谢谢夸奖，本魔王笑纳啦。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些坏人也挺可怜的。走吧走吧，明日一早，保证他们自己连滚带爬的跑侯府，再也不敢上门纠缠我那温柔美丽的大姐姐。怎么突然觉得这么冷呢？是啊，总觉得头顶凉飕飕的。
哎呦，谁走路不长眼？抱歉抱歉。哎呦，这不是陶姑娘吗？您怎么也来了京城？我就是来京城探亲，没想到竟然能遇到方夫人。上次多谢夫人为我伺候月子。陶姑娘客气了，听夫君说，你家男人在官场上没少提携他，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不知方夫人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我家夫君升官了，以后必定更加操劳。他们住在侯府，我又要照顾婆母，又要服侍夫君，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想着为夫君挑2房贴心的妾室。你说什么？我说去为夫君挑选妾室啊！方夫人竟如此大度，能容得下妾室？那是当然，若夫君喜欢，我打算将他们都抬做姨娘呢，到时候多为夫君开枝散叶。方夫人还真是贤惠呢。都怪我这肚子不争气，3年都无所出。若是谁能怀上夫君的孩子，我必定好好待他，至少也把我的嫁妆分他一半呢。此话当真？那是当然，我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去给夫君挑人了，告辞。若是让妾室进门，再生了孩子，那岂不是就没有我的地位了？不行，我得抢先一步进蒋家。大姐姐真聪明，我都没提醒她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总觉得怪怪的，好像大家都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岂不是说明我和方家人心有灵犀？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蒋家母子如此欺负我大姐姐，背后始作俑者是2房。现在我姐姐回来，他们肯定又要使坏。咱们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母亲，因祖母那件事，贵妃对我们家已经生了嫌弃。幸好齐王念着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才没有退婚。如今方知意回来了，万一让齐王知晓我顶替了他的救命之恩，我就完蛋了。放心，那玉佩是你捡到的，就是你的。更何况方知意早就忘了，不会有事的。不行，我不能躲。当初你使计让她嫁给蒋世成，远离京城。如今她回来，我连睡觉都不能安稳。既然如此，那便只有让方知意永远消失了。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母亲来办，你放心吧。这母女俩也太恶毒了吧！抢了大姐姐对齐王的救命之恩，害大姐姐嫁给蒋世深那个混蛋受辱，如今还想害死大姐姐，如此恶毒，实在是人神共愤，我受不了了！你快出手把他们打死算了。现在不怕我触犯天条了？算了，为了这种人渣触犯天条遭雷劈，实在不划算。有了，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保证能让2房自食恶果。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二夫人、三小姐，大房那边闹起来了，是大小姐的婆母和夫君，好像是中邪了。真的，太好了，今日终于能好好看看大房的笑话。看来你昨晚搞的鬼效果显著呀。是他们说要找几10个人伺候的，我可是热情款待呢。虽然伺候他们的是鬼，但这是最高级的待遇。我已经习惯了你的歪理。行了，赶紧去收拾烂摊子吧。放开我，让我出去！我不要住在这里了，有鬼，有鬼啊！这俩人不会是被吓疯了吧？你下手真是没轻没重的。我这么可爱，怎么会吓到人呢？是阿飘吓的，又不是我。鬼眼是你给他们开的，阿飘也是你招来的，不是你是谁？我也没这么好呀。发生了什么事？回大夫人，这2人突然大喊大叫冲出来，像是中邪了。婆母、夫君，
你们没事吧？世成，我是桃娘啊。这不是桃姑娘吗？你怎么来了？夫人，救救我的孩子吧！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又不是郎中，如何能救孩子？你这是做什么？方夫人，孩子发烧急需看诊，可我身无分文，实在没办法才来找孩子的亲爹。你找孩子的亲爹，跑到我侯府做什么？我孩子的爹就是你父亲蒋世成啊！他果然上钩了。夫君，这是怎么回事？知音，你听我解释。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你说他是你上官的外室，因家中主母善妒容不下，才会接到蒋家休养，甚至还让我给他端茶倒水伺候月子。如今到头来，他竟然是你的外室，那孩子是你的私生子。那又如何？我是男人，三妻四妾又有何不可？你欺人太甚！我用嫁妆补贴蒋家3年，你却养了外室，还堂而皇之的带回家，让我这个正统夫人为奴为婢的伺候他，你怎能如此凌辱我？你这小贱人，竟敢打我儿子！大姐姐最好赶紧躺下，这么一来，他们母子恶毒的形象可就稳稳立住了。竟然真的摔倒了，他该不会能听到你心声吧？扯什么胡话！我和大姐姐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夫君养我是对我如还打我，我怎么活啊？这蒋家母子欺人太甚，大街上都敢对儿媳妇下手！天哪，这蒋家母子欺人太甚，公然养外室就算了，还欺骗正妻伺候外室月子。这蒋母一看就是恶婆婆，大街上都敢对儿媳妇下手，背地里指不定心多黑呢。如此道德败坏之人，竟然是县里的父母官，对待发妻都这般狠毒，那百姓还不被欺负死？蒋世成，我侯府千金嫁入你蒋家3年，孝顺婆母，贴补嫁妆，可你竟敢如此苛待她！岳母，这都是误会。蒋世成，我要与你和离。大姐姐要和离，太好了，太好了！摆脱烂人烂事，恭喜家宅兴旺，日子顺来。我支持大姐姐和离。我也支持方大小姐和离，此等渣男不配做侯府女婿。签了这和离书，否则今日别想离开侯府。不合理！又想继续纠缠我大姐姐，看我怎么收拾你！大姐姐，既然姐夫不合理，那就让他们继续住在侯府吧。什么？住在侯府？不要啊！儿子，你快跟这个小贱人和离，反正他们迟早也要被这些恶规给弄死。好，合离就合离，我可不想被邪祟缠上，真是晦气。这就想走了？你们还想干什么？你花了我女儿多少嫁妆？3日内如数奉还，少一样我就告你侵占媳妇嫁妆，看你这官位还能不能做得下去。滚吧！你儿子的亲爹跑了，你还留在这儿等什么？你们和离了，那我岂不是能和石成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太好了！我等到我儿子呀！这个贱人竟然和离了，万一他想起玉佩的事来纠缠齐王怎么办？别急，娘亲自会帮你。周华锦和方琛平很快就要对大姐姐下毒手了，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反击了。反击可以，但是切勿乱来哦。不乱来，我还是大魔头吗？哎，这轮回仙我是真不想干了。娘亲，大姐姐的嫁妆拿回来会放在哪里呀？知意的嫁妆自然是先存进我的私库，能不能先放进侯府的库房里？虽然不知道安安要做什么，不过他一定有他道理。好，娘亲都听安安的。大姐姐，从现在开始，你要把所有值钱的首饰都戴上，搭配你最贵的衣裳，越奢华越好，越美艳越好。可我不喜奢华，
我还是喜欢素雅一些。大姐姐，好不好嘛？好，好，好，大姐姐什么都听安安的。太好了，娘亲，大姐姐穿漂亮些，可要记得多去二房那边炫耀一下哦。好，没问题。那蒋世珍还不上所有嫁妆，只还了一半。你娘亲一纸状书将他告了，如今他不仅入了大狱，就连官职也丢了。最可怕的是，那牢狱里的冤魂野鬼可比侯府多多了。怕是他不被吓死，也要被吓成疯子。活该！谁让他欺负我大姐姐，这都算轻的。安安，你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偶遇呀！偶遇？方之义这个贱人，竟然打扮成这样，摆明了要勾引齐王殿下。这就是大姐姐之前救过的齐王，当时大姐姐还捡到了他的玉扣，结果被方真真偷走，冒领了救命之恩，还与齐王定下了婚约。我救过他吗？好像还真有这事儿。安安不说，我都忘了。这二位是？殿下，这位是大房长女方之义，最近刚被夫家休弃呢。你才被休呢！我大姐姐分明是合理。那又如何？刚和离就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可见是个不安分。殿下以貌取人，怕是不妥的。姐姐平日里喜欢素雅，可今日齐王殿下一来，便故意打扮得如此招摇，还恰好跑到花园里与我们偶遇，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是我让大姐姐带我来的。真真姐姐是不是穿戴不起这些首饰，所以嫉妒我大姐姐呀？你胡说！哼，小小幼童满嘴图混，未免狗眼看人低。真真是本王的未婚妻，她若喜欢，本王自会把好的都给她送来。是吗？可我大姐姐不需要未婚夫也能穿戴得起呢，就是比你有本事。安安说的对，我们去逛街，今晚有花灯呢。好呀好呀，我要买最大的兔子灯。这姐倒是有意思。贱人，敢跟我抢男人，我绝饶不了你！大姐姐快看，那个灯会转！啊，别跑！等等我！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们是谁？我可是侯府大小姐，你们别过来！侯府大小姐，我们找的就是你。有人花钱买你的命，识相些，别喊，别挣扎，下手快，保证不让你受罪。你若乖乖受死，我们就给你留个全尸，如何？别过来！今日神仙来了，救不了你。神仙救不了，那就大魔头来救。姐姐别怕，我来了。夫妇，给我撞扁他们，让他们在墙上抠都抠不下来。你说你们遇到刺客了，你们没事吧？没事，安安神勇无比，救了我呢。哎呦，人家也没有这么厉害了啦。分明是猪猪厉害。那两个刺客呢？让人绑着关在柴房里了。他们说幕后之人戴着面具，不知道长什么样。可知道是谁指使的？难道没有其他线索？目前还没有。我有，这是从他们身上找到的财物，里面的金银珠宝看着有些眼熟呢。这是安安，难怪你先前跟我提了那样的要求，原来你早想到了。
人家碰巧而已嘛。你可真是我们全家的小福星。放心，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娘亲吧。好困，娘亲，大姐姐，我去找二睡觉觉了。这下二房定是百口莫辩，我们终于要赢了。娘亲，若非安安，我们早被二叔一家害得家破人亡。安安真是我们的大恩人，所以到了最后反击的时刻，我们可不能让这孩子失望。哟，大嫂今日穿的倒是素净，也是，毕竟只是侯爷夫人嘛，太张扬了不太好。不像我们珍珍，今儿个是王妃了，我这王爷岳母想低调都不成。那可真是恭喜弟妹了。大嫂啊，你说这人的命怎么差这么多呢？你女儿成了下堂妇，而我女儿呢，却成了王妃。看来我这辈子永远比你高一头。弟妹说完了，怎么嫉妒我？不高兴了？趁现在使劲笑吧，毕竟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秦轩，你什么意思？放肆！本王迎亲你们也敢闯？谁允许你们来的？王爷息怒，下官奉旨办差，并非有意惊扰王爷喜宴，实在是案情重大，人证物证俱已确凿，不敢有片刻耽搁。什么案子如此兴师动众？侯府二房周氏买凶杀人，意图谋害大房嫡弟方之义，罪证确凿，一律当即刻缉拿归案。我没有，你们凭什么污蔑我？今日是我女儿大婚，你们是谁过来搞破坏的？大人明鉴，我母亲虽性子急些，却断然不会做这等伤天害理的事。今日是我与王爷大喜的日子，定是有人嫉妒我们二房故意设局陷。秦轩，你看的对不对？你便是再嫉妒我们珍珍做了王妃，也不该派出外人来害我们。你安的什么心？王爷，您可来为我做主啊！今日若真有人在这等场合无中生有、诬告构陷，休怪本王翻脸无情，将所有涉及此事之人全部追责到底。大人，既然有人不见棺材不掉泪，那便请证人。王爷，上元节当夜，这二人于灯市后巷持刀行刺民女，被当场擒获。他们身上搜出的银票、金锭以及珠宝，皆可作为物证。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大房自己雇的人来演戏？大人，这是侯府库房的直取账册，所涉银两去向均有据可查，其中一些用来收买凶手的金银珠宝，并非市面流通之物，而是我女儿被退回来的嫁妆。什么？没错，就是我让娘亲把大姐姐的嫁妆放进了库房里。侯府库房一堆破烂玩意儿，大姐姐被退回来的嫁妆便是最值钱的，所以他们买凶杀人定会毫不犹豫地挑值钱的物件。大人，这些嫁妆都是御赐之物，是我当年出嫁母亲给我的。如今我和离后，嫁妆便放回了侯府。若您不信，只需查看账册，便知是何人何时从库房中取走。弟妹，你拿知意的嫁妆买凶杀知意，这事儿做的未免也太不讲究。娘亲，你果然最懂怎么杀人诛心。既然人证物证俱全，便是本王的岳母，本王也绝不徇私。押走吧。秦轩，你这个贱人，是你做的局，是你谋害我！事到如今，你还是死不回头。即便真是我做局，你若不买凶杀人，我这局自然做不成。看到母亲被抓走，竟然无动于衷，他真的是当初救我的恩人吗？王爷，母亲已经被抓，我也没办法改变。今日这么多宾客，咱们还是继续完婚吧。你母亲出了事，你还有心情完婚？本王没想到你竟如此冷血，看来我们的婚事还需要重新考虑。华歆可是为了方珍珍才被抓走，他这个没事人似的只想嫁人，恋爱脑真是没救啦！他哪里是想嫁人，不过是想攀龙附凤罢了。这齐王眉毛底下挂俩蛋，光会眨眼不会看啊！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大姐姐才是他的救命恩人，真是个睁眼瞎！我得让齐王知道救命之恩的真相。齐王殿下，请留步。大夫人还有何指教？
听闻真真对殿下有救命之恩，这才定下婚约。是又如何？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又想破坏我与齐王殿下的婚事！冒牌货心虚了。你紧张什么？我不过是随口问问，难道你觉得我有能力可以毁了你和齐王的这桩婚事？你无论做什么，我和殿下都是真心相爱的，我们是不会分开的，是吗？偷来的婚约也能称之为真爱？你胡说八道什么？滚开！给我滚开！什么偷来的婚约？大夫人说的是什么意思？王爷，您还不知道吧？当初，骗人！你休想毁了我！不准伤害我娘亲！这玉佩不是我的吗？怎么会在你身上？你说什么？这玉佩是你的？对啊。王爷，你别相信他，这玉佩是我捡的。那你告诉我，你是从何处捡？我忘了，但这个玉佩真的是我捡的。对啊，在我大姐姐房里捡的，跟偷有什么区别？没错，这玉佩是我在断崖山救人时捡的，不过当时天色太晚，我没看清那人的面目。回来后便将玉佩放在庄匣里，等找机会归原主。可是那之后就怎么也找不到，原来是被妹妹偷走了。不是的，王爷，别知道不是。怪不得，本王问当初救助本王的事，你都含糊其辞。原来这玉佩是你偷的。不是的，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我是你的王妃啊！本王与你的婚约就此作废。来人，方真真欺瞒本王，谋害伯母，实在是罪无可恕，立刻关押起来。命！抱歉，这么多年，是本王认错了救命恩人。不过是举手之劳，王爷不必挂怀。你若愿意，本王可以。我大姐姐喜欢金子，王爷若是报恩，尽管送金子来，多多益善。至于以身相许，就晚期了哈。安安说的对，王爷，臣女庸俗，喜欢金子。齐轩，你到底想干什么？华锦的事儿，你为何不与我商量就报官？她是你弟妹，是方家的二夫人，你把她送进大狱，方家的脸面往哪儿搁？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去把华锦给我弄出来！这个祖父平日里就偏心二叔一家，如今二婶都明目张胆谋杀我大姐姐了，他竟然还想包庇！别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老侯爷的命簿也是相当炸裂呀！真的吗？什么话快跟我说说！你绝对想不到，你那个二叔方坤不是老侯爷的亲儿子。真的假的？这么劲爆吗？没错，方坤的生母是柳姨娘，她与方家管事私通多年，你二叔是他们俩的孩子。所以老侯爷当年用自己和老孟氏生的骨肉调换成了别人的孩子养在身边，还想把爵位也给他。公爹，周华锦买凶杀我女儿，人证物证俱在，顺天府一律拿人。我没有这个本事去捞一个杀人未遂的重犯。什么杀人未遂？那是他一时糊涂。再说了，志怡不是好端端站在这儿吗？既然人没事，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到官府去？家丑不可外扬。公爹说家丑不可外扬，周华锦偷我女儿的嫁妆去买凶杀我女儿的时候，怎么不想起家丑不可外扬？方坤带人围我灵堂要抢爵位的时候，怎么不想起家丑不可外扬？您若真怕家丑外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当着满堂宾客的面，逼我一个做母亲的去救杀我女儿的凶手。你反了，反了！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我告诉你，齐轩，华锦是老二的妻子，老二是我最疼爱的儿子，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不去，我自己想办法。你又想干什么？别胡来是吧？放心吧，我哪有胡来？你怎么把隐身符给凡人用了？你还不快给他取下来！想看好戏就给我安静点。还不快给我倒杯茶！我说让你给我倒杯茶，你没听见吗？也不知这老不死的能不能把我儿媳救回。你敢骂我老不死的？奇怪，老不死的怎么还没回来？你装什么？
我就在这儿，你看不见吗？如烟，花锦折了，真真的婚事也黄了，这下咱们儿子可怎么办？什么？我孙女与齐王的婚事怎么会黄了？这样下去，我们坤儿的爵位可怎么办啊？放心，那老不死的将坤儿当成自己的骨肉，却不知他是我们的儿子。只要他还活着，定能保证咱儿子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你说的也是，等到老侯爷死了，咱们儿子再不济也能继承一半家业，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这俩人加起来100多岁了，亲来亲去的，太辣眼睛了吧？离这么远，我都闻到老人味儿了。果然，老一辈才是最花的。当年我将亲骨肉掐死，没想竟换成了他们的野种。将野居养这么多年，甚至苛待大儿子，想将爵位传给野种，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看祖父这一脸痛苦的样子，怕是肠子都悔青了。接下来简直是重头戏呀！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贱人别跑，老子弄死你们这对狗男女！这么玩，太厉害了！论不黑你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啊！我这魔头的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走了，去看戏喽！怎么回事？看来是安安的功劳。王坤不是我的儿子。老夫为他们养了40年的野种，甚至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骨肉啊！家丑养的比谁都坏，刀子扎自己身上知道喊疼了吧？公爹，您方才说的可都是真的？不是的，是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的幺儿啊！来人，快把他们2个给我抓起来进猪笼！老爷饶命！是妾身骗你，是他逼妾身的！贱人，你竟敢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先勾引的我！是你趁老爷不在，半夜摸进我房里。够了！既然你都不要脸，我也不必替你遮掩。老侯爷，自从你把柳氏接入府中，他不仅做假账为宫中银子，还经常勾三搭四。你放屁！分明是你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还偷了不少侯府的田州布匹。你们2个都给我去死！我跟了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您竟然要我去死！好啊，那就大家一起死！前年侵屯军饷还是奴才替您伪造的账，那些阵亡将士的抚恤银子也是您吩咐奴才去闭嘴。祖父，你们都做坏事了，大家可都听到了，以后不准耍赖哦。没想到侯府竟然有这么多见不得光的丑事。我夫君刚回来还在隐遁，我身为侯府主母，理应替他肃清侯府内外，给众人一个交代，给圣上一个交代。来人，入关。是。绝完了！好好吃肉肉，长高高，谢谢啊，真好吃。安安怎么光给儿儿家，不给大哥家？我可不高兴。就是，我这大姐也要吃醋了呢。可是在对面，我胳膊够不到了呀。大魔王，你的祖父侵吞军饷，谋害至亲，数罪并罚，判了终生监禁。方坤和方旭遭已经被赶出侯府，流落市井度日。至于柳姨娘和赵平，按律从重惩处。周华锦发配岭南，终生不得回京。方真真欺骗齐王，被关入地牢，郁郁而亡。还有老孟氏，他在流放途中病死了。我不仅救了娘亲，还救了大家。大哥不坐牢，姐姐不被害，儿儿不嫁屠户，爹爹继承爵位，娘亲不被凌虐。太好了，大家都好好的。居然是功德！你竟然有了功德！我可是魔，怎么会有功德？定是你救了大房一家，功德圆满，洗去魔骨，飞升上神了。飞升上神有什么？我要留在这里过完这一世。留下也行，但你绝对不能再骑猪撞人了。这才不是普通猪，是坐骑。不准再撞人！上次那俩刺客被撞进墙里，拖了半天才下来。我知道了，你好啰嗦啊！娘亲、爹爹、大哥，
大姐姐、儿儿还有猪猪和怀泽，你们都要陪着我。月儿的家人一个都不能少。好，陪着你。